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啊，我们开始学习大家已经期待很久的蝶泳。蝶泳了啊，蝶泳，我想大家已经都期待很久了，因为很多 B 站的网友都在给我发私信啊、评论啊，让我教蝶泳、蝶泳腿啊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蝶泳腿的教学。首先，蝶泳又叫海豚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人是一个整体，就像海豚在水里游一样的摆动，摆动啊，摆动。你要从躯干到腿，想象成一个整体，明白吗？想象成一个整体在动，啊，不是单独腿在打，不是单独腿在打啊，也不是光撅屁股，这样子不行，要把它想象成一个整体，波浪的去摆动啊，然后这样子你蝶泳才能游得好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踝关节柔韧性。自由泳、仰泳、蝶泳，压腿啊，不要忘记压腿了，大家明白吗？有时间你每天花个10分钟去压一下腿，改善一下你的踝关节柔韧性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的速度肯定会有所提高的，而且对你打腿的那个质量肯定是有帮助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蝶泳啊，先做这一步，第一步，一只手扶在肚子这里，一只手扶的后背，看清楚啊，依次向下摆，向下传递，从腰胸以下向下传递啊，向下传递，看好了啊，先肚子往回收，然后弓背，弓背之后屈腿，然后撅屁股往下传递啊，记住头不要动，不要动头，不是这样子做的啊，还吵，先这样子，上半身胸以下不要动，从腰发力，腰部开始发力，明白吗？腰部开始发力啊，往下传递啊，腰好，胃口就好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动作啊，找到这种感觉，依次往下传递，从腰到腿，啊，从腰到腿摆动起来，看，啊，呀，看不稳，这样子啊，从腰到腿摆动起来。接下来看好啊，我借助这个辫子，然后呢后面有扶板，大家可以找，比方说小板凳或者怎么样的都可以啊，小板凳，把它垫高，后面垫高，把脚放在这个上面来，有点热，把脚搭在这个上面啊，然后身体趴下来，手臂往前伸，看好了啊，这个动作练习什么呢？打腿，抬臀啊，抬臀，记住了啊，腿往下压的同时，臀部翘起来，找到这种感觉，明白吗？先抬腿，压水的时候，打水的时候，抬臀，抬臀，慢慢做啊，慢慢做。看，腿往下压的同时抬臀，把膝盖伸直啊，膝盖伸直，膝盖伸直，腿往下压。好，这两个动作啊，先是基础版的，这两个动作记住了啊，要多去练习。多找这种感觉，在水里面，臀部要发力的啊，腰发力啊。接下来是加强版的了，加强版的，这个有点难度了哈。怎么做啊？看好了，在侧面拍。先做平板支撑，脚背朝下啊。看好了啊，用腰带动腿。有点痛的啊，要收紧核心，核心收紧，记住了吗？啊，
不要用脚尖往下戳。你用脚尖往下戳，那会痛，很痛的。用脚背，脚背放平，脚尖绷直啊。哎呀，哦，贼气的时候。这个很练腰腹的，我跟你说，做个几次，我的汗就出来了，已经狂飙了在。啊，来，我们让小胖做一次，我们的摄影大哥小胖。我做不起来。来，做一次。是。对，脚背绷直，好。对，不要脚尖不要勾着。好，太累了，很好，很痛。对，这个腰腹力量练起来，你这个肚子马上腹肌要出来了。我要减肥了。再来一次，更低一点抬一下。再来一次啊！大家可以在床上做，稍微软一点啊，但是别把床给干烂了，懂了吗？要不然女朋友要生气的，老婆要生气的要炸了，我跟你说。在床上也可以，或者是垫子，买那种厚一点的垫子啊，那种垫子稍微厚一点可以。用腰带动腿，记住啊，用腰带动腿呀，哇，腹肌很累，少的这种感觉记住了啊，这是我们路上的3部曲。蝶泳腿3部曲啊，第一个在原地做啊，往下传递；第二个用扶板压腿啊，抬臀，压腿抬臀；第三个就是不借助任何东西，在路上把蝶泳腿打出来。这3部曲做出来，然后我们下水啊，明白了吗 ？OK， 好，下面啊，我们在水下进行学习蝶泳腿了啊。首先一样，万能池壁啊，万能池边，扶住这个池边太高了啊，我这里太高，扶住这个楼梯，我扶住楼梯，练习蝶泳腿啊，找在刚刚在岸上练的那种感觉，用腰带动腿，用腰带动腿啊，胸口以上不要，胸口以上就不要动了，头不要动，不是头，这样子做了啊。头控制住，从腰开始发力，看好了。慢慢做，打一下，抬一下屁股，打一下，把屁股抬起来，啊，腹部发力，核心收紧，抬臀啊，压水提臀。慢慢的把频率加快。哎呀，慢慢。哎呀，老了，腰不行了。好，接下来啊，空手，不用扶了，空手练习。先
先把手放大腿两侧，找找感觉啊，不用放前面，放大腿两侧。你前面头动一点没关系的啊，慢慢的再把头控制住，头以下发力，不是头顶着身体啊。但是你如果实在找不到感觉，头先动一动啊，手放大腿两侧，看好了。找到感觉之后，扶板啊，扶板用上，开始打蝶泳腿，4下打腿，1次换气，1、2、3，抬头换气，第4下抬头换气啊，记住这个节奏，蝶泳的节奏。我们的蝶泳腿呢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下面我讲一下要注意哪些问题啊？常见的错误动作，一个是光腿动，臀部不动，腰不动，就光小腿在那抖，这是第一个。你看，这是常见第一个错误动作啊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就光会往下发力，你往回的力也要收紧啊，往下往回，控制在一定的幅度，不要超过这个幅度了，往下太多啊，你腿抬也抬不起来，收不回来了。就是光会往下用力，就是这，就像这样子。这样不对啊，不是光往下，蝶泳腿是一个来回的啊，不光往下要发力，往回往上抬起来的同时也有推进力的，明白吗？也会有推进力的，所以是一个来回的动作，踏，啊，明白吗？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啊，控制在一定的幅度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幅度太大啊，这个是一个幅度太大，然后呢，光会屁股动。腿不动也有这种的，我发现有学员这样子，我去，对，这种的也有啊。这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说你往下传递的时候，腿没有衔接上，知道吗？用腰往下传递，你腿要跟上啊，膝盖弯一点。不要太弯啊，不能过度的弯。过度的弯说明你的踝关节太硬了，只能过度，这才打得到水。你弯的不够，肯定打不到水。所以说踝关节的柔韧性也是相当重要的，明白吗？啊，用腰带动腿，啊，不是光屁股。你看了好像大家蝶泳是屁股一撅一撅的，那你腿要跟上力啊，跟上力，腿没有力，你是不会往前进的，明白了吗？今天蝶泳腿呢，我们教到这里啊。然后那个路上练习呢，我觉得还是有点累的，不像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猛的我啊，那个腰还是很有力的。像我们练那个打腿都是1分钟1组，起码5组，5组1分钟啊。
都不带停的，啊，那时候还是比较有力的，核心力量比较好，腰腹的力量比较强。现在年纪大了啊，30了，哼，好，蝶泳腿呢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然后啊，蝶泳腿注意啊，不是说幅度越大越好，打的时候不是幅度越大越好。你看我越到后面的时候，特别是拿浮板，幅度就开始变小了，特别是腰这里幅度就变小了，不是那么大的幅度了啊。你幅度太大了的话，到时候加上手，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节奏的，知道吧？肯定会影响到你游进的节奏，动作的节奏。你动作幅度那么大，你的手去配合，肯定是幅度频率就连贯不起来了，明白了吗？你初学的时候幅度大一点，找感觉，找这个腰带动腿的感觉。然后到了后面呢，尽量把幅度缩小啊，只要腰开始发力，往下传递下去就 OK 了，不需要你什么幅度特别大。你那样子做的话，像波浪一样的，你就像海豚游，它也是从腰开始往下，它不可能从头，除非它在水面上玩啊，那样子钻来钻去的海豚，对吧？蝶泳就叫海豚泳，蝶泳又叫海豚泳，明白了吗？它也是，就是说游泳很多东西，游泳很多就是说从动物身上，就是从海里面动物啊演变出来的游泳，特别是蝶泳啊，不是说蝴蝶，手臂动作像蝴蝶，但是它下半身全都是像海豚泳，明白了吗？好，蝶泳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蝶泳腿，下一节课啊，给大家讲一下水感练习，就是倒车啊那些啊，水中倒车。然后这个水感呢也很重要的，所以说下节课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怎么样子做这个水感练习。在水里面，你更好的抱到水，更好的推到水，肯定是能提高你很多这种动作的效率，还有你游进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很牛逼，是吧？好，今天下课我们讲到这里啊，拜拜。